男人拿起毒贩送来的面粉，先是闻了闻，然后一口气吹掉。拿去。毒贩瞬间拍桌而起，但男人根本不鸟他，拿出自己的鼻烟壶，往手上倒了点，吸完之后，整个人面目狰狞，完全一副瘾君子的模样。随后他还示意对方也尝尝。毒贩见状连连拒绝，虽然他靠这东西发财，但也知道这东西害人。不过他怎么都想不到，男人就是吃准了他只卖不碰的原则，所以才敢提前将薄荷糖碾成粉末，装进鼻烟壶中代替面粉。而他就是缉毒大队的队长张队。但别看现在通过了试探，张队心里还是有些不安，因为这些情报也是从毒贩口中得知的。就在几小时前，张队在医院发现了个车祸伤者，但这满身的水泡一看就不正常。调查后发现，郊外一座制毒工厂果然发生了爆炸，里面的3具尸体刚好就是他的妻子和小舅子。于是张队把人抓回了警局，可谁知刚问没几句，他就一口气全招了。他说他叫蔡天明，除了帮大毒枭制毒以外，还是买卖双方中间的联络人。这几天刚好有批货要交易，只要张队能给他留条命，他愿意戴罪立功，配合警方演一出戏。张队不想错过这能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，于是假扮成毒枭的手下长哥去见买家哈哈哥。这家伙表面是当地渔港的老板，实际是利用手里的渔船进行运毒贩毒。鱼、虾、螃蟹、鲍鱼等等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，每天他妈的要运来几十吨呢！面对哈哈哥的自我吹嘘，张队只有一个目的，把带有摄像头的烟盒摆在桌上，让隔壁的同事盯着监控，记下哈哈哥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细节。因为接下来张队还要冒充哈哈哥去跟真正的昌哥见面，人已经到楼下了。张队打发了哈哈哥，又小跑着来到隔壁，一边换着哈哈哥风格的衣服，一边熟悉哈哈哥的台词以及他的标志性口头禅。张队从酒店后门出去，带着蔡天明又从正门进来，刚好迎接等在沙发上的昌哥。而楼上假扮哈嫂的女子此时也准备好了房间，等人一进来，他就热情地招呼着。张队也亲自给昌哥拉出椅子，但昌哥根本不领情，高冷地坐到沙发上，二话没说，先是自己来了一口，然后又给张队划了一刀。我敬你，不吸就别谈。缉毒警察最怕的就是这个。张队知道这是试探，但眼下想要继续下去，只能照做。张队强忍着毒品的刺激，继续模仿着哈哈哥的台词，但昌哥还是不吭声，又往前送了一道。妖叔敬，吸了就是妖叔的肉。彪叔是昌哥的顶头上司，横行了这么多年，几乎没几个人见过他，更别说抓他了。于是张队心一横，连续2次，张队明显有点吃不消了，但他的眼神却没有丝毫畏惧和退缩。昌哥见状还想再来一次，蔡天明这时拍了拍他的手，示意他别玩太过。昌哥这才打住，临走时同意了安排明天和彪叔吃饭。张队趔趄着站起来送他，听到关门声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倒在地上疯狂打滚。有虫子爬！好在蔡天明比较懂行，让张队不停地灌水，把能吐的全吐出来，然后再躺进满是冰块的浴缸里，以此逼出身体里的坏东西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张队缓了过来，明天就要和彪叔见面了。蔡天明的工厂没了，他不得不把2个徒弟供出来，用他们的制毒工厂接下彪叔送来的原材料。张队给蔡天明带上隐形摄像头，让他自己前去赴约，以免打草惊蛇。2个徒弟都是聋哑人，一见到师傅立马设宴接风。但喝着喝着，蔡天明突然眼含热泪地说：“你们师娘和2个弟弟在意外中去世了，由于太过匆忙，根本没有祭奠，就随便找了个地方埋了。”俩徒弟听完想为师娘做点什么，但大半夜根本买不到冥币，于是他们搬出2袋的真钞，大把大把的烧了起来。而另一边的警队，因为要跟踪运原材料的司机，他们连车费都得众人凑，一经对比，尽是沧桑。第2天，计划如期进行着。张队假扮哈哈哥，带着蔡天明去和彪叔见面，但走到一个红绿灯路口时，彪叔突然打来电话说不用见了，你先在这帮我接一批货。张队知道这可能是一次试探，于是乖乖的从彪叔车里接过钱，交给了前方的面包车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等把货打开，里面只是几盒雪茄。彪叔说这是送你的见面礼，明天我要去你的渔港看看。张队知道自己通过了试探，通知哈哈今晚交易，让大龙、小龙出货。晚上，工厂已经将大量冰糖全部装进了运海鲜的箱子里，足足装了一卡车。而哈哈哥也早已恭候多时，一口气准备了3000万的现金。就在他和蔡天明碰杯的一刹那，2颗震爆弹打断了他的发财梦。人赃并获，爱笑的他再也笑不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大龙、小龙的工厂也被特警包围，但他们低估了这俩聋子的谨慎。大龙洗澡都穿着防弹衣，小龙上个厕所也不忘带枪。特警冲进去先制服了工人，但没能阻止大龙老婆按响了警报。大龙看到红灯亮起，立马掏枪准备作战。就算面对众多警力，他也临危不乱，枪将命中要害，连中弹都面不改色，一看就是经过专业训练。而正在厕所看报纸的小龙，突然被一颗子弹打中胸膛，透过门上的弹孔看清外面的情况后，立马化身为双枪侠。
经过一场殊死拼杀，两个聋子想要逃跑，小龙拿着步枪吸引火力，大龙则举着铁锤砸开了事先挖好的地道，临走时还在洞口放了枚定时炸弹。警队死伤惨重的消息传到张队这里，他瞬间暴怒，立刻要把蔡天明关进大牢，判他死刑。这下蔡天明彻底怕了，赶紧将最后的保命情报说了出来。你嚟这边冇用，交俾咗7个香港人，佢哋根本喺大陆嗰度。喺这边只不过係英國。你还有什么没说的？喺7個裏邊有我兄弟，有我契爺，我真係唔想出賣咗佢哋。我唔想佢哋死，唔想佢哋有事。我知嘅，我已經全部講晒，講晒。还有1个多小時，那7个香港人就会去渔港考察。张队现在只能继续跟蔡天明合作。你要想活，我陪你；想死，我也陪你。我来多陪你1个小时。蔡天明把装成游客的香港人一一指了出来。等张队假扮哈哈哥跟彪叔见面时，也从他戴的耳机上相信了彪叔就是个受人指使的傀儡。通过无线电，香港人随便挑了几艘渔船，想看看张队是否有能力调动。张队这边已经做好了对策，船上的师傅早就换成了警察，所以他一声令下，指定的渔船瞬间出动。可彪叔一旁的昌哥这时却想让所有渔船都动起来，为了打消顾虑，张队只好照做。尤师傅，所有船出港！收到。浩浩荡荡的船队同时出海，让香港人都大为震惊，彻底相信了张队的实力，让彪叔约好今晚在酒吧详谈细节。张队不想做被动的一方，他必须得把背后的毒枭引出来。他知道彪叔的打火机是窃听器，于是提出要拿1亿2千万买货。7个毒枭都非常兴奋，立马通知彪叔点头同意，但途中的信号已经被警方拦截，彪叔这边迟迟得不到回应，他也不敢自作主张，只能闭着嘴不说话。这时张队假装看穿他们的把戏，拿起打火机仔细的把玩。昌哥怕事情露馅，想要改日再谈。给你妈！这两个船，欧阳，两大船，2片里都走。卧底啊！张队直接掳走了彪叔，这一招欲擒故纵，果然引出了背后的7只老狐狸，彻底打消了他们的顾虑。张队也顺势掌握了话语权，将交易地点定在了渔港，到时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毒枭们同意了，眼看着计划一切顺利。就在张队准备走人时，毒枭们却非要请蔡天明这个联络人吃饭。张队来不及犹豫，只能把人交给他们。殊不知，就是这小小的失误，成了他最后悔的一次决定。在交易的路上，蔡天明突然改变了行驶路线，把车开到了一所小学门口，然后直接弄坏了监听设备，将张队的情况全告诉了毒枭。蔡天明叛变了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毒枭们拉下水，好给自己创造出一条逃生路线。听到被警察包围，毒枭们纷纷掏出手枪，做最后的殊死一搏。张队也意识到出事了，他让女警先去疏散学生，然而并未如愿。蔡天明一脚油门冲向了他。蔡天明这么做就是要引起警匪大战，然后自己趁机躲进校车里，顺便拿几个学生当人质，等时机成熟再逃之夭夭。外面的火拼正式拉开，张队率先击毙了2个想要开车逃跑的毒枭，其他人全躲在车后，不断的开枪射击。女警则躺在地上等待救援。蔡天明这个搅屎棍见状，又朝女警开了一枪，但打的不是要害位置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利用警察的善良，趁机消耗他们的警力。张队推着车靠近他，想要击毙了这个小人，但他又用无辜的学生当盾牌，丝毫不给张队机会。另一边，警匪交战，双方都伤亡惨重。蔡天明这时却突然发动校车，看着是要接毒枭们走，其实是等他们上车前的瞬间关闭车门，然后自己开车逃跑，这样就能把2伙全引到没有掩体的路，让他们互相残杀。经过一轮射击，毒枭们全死，但警方这边也只剩寥寥几人。张队身中数枪，但没时间休整，只能快速的朝蔡天明追去，眼里都是挡不住的怒火。另一边，蔡天明以为自己已经逃出升天，开心的笑了起来，可高兴了没2秒。车里是蔡天明的2个徒弟，他们要报师傅的背叛之仇。这时张队也赶了过来，蔡天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，如果露头徒弟肯定毫不犹豫杀了他，但如果要是投奔警察，凭借着他们的职业准则，说不定可以活下来。于是蔡天明果断丢枪，举着双手朝张队跑了过来。虽然张队恨透了他，但也只是将他铐在了车上，然后跟队友驾驶着汽车直冲而上。他们都知道这不是明智的做法，但现在只有用自己的身躯才能保全校车里的孩子们。经过一场激战，2个徒弟都死了，3名缉毒警察也只剩最后一口气。而就在这时，挨千刀的蔡天明出现了。原来他为了活命，用车门硬生生砸断了自己的手。穷凶极恶的他捡起地上的手枪，给所有人补上了最后一刀。
他从警察身上翻出车钥匙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却发现自己走不动了。回头一看，是张队用最后一丝力气将自己的手跟他的腿铐在了一起，然后永远离开了人世。蔡天明朝着手铐开了一枪，手铐没有丝毫反应。他又拿起其他手枪，可是里面的子弹都打光了。蔡天明想要拖着张队一起走，就在这时，警方的支援终于来了。蔡天明无路可逃，接下来等待他的必然是死刑，并且是立即执行。而就在行刑前，他还在寻找活命的机会，不断的向警方透露情报，但机会已经给了他无数次，只是他不懂得好好珍惜。等等，